那位阿姨立即挡在海玲的面前，不让醉汉佬盯着海玲看，然后装着聊天的样子，问着海玲孩子的爸爸快回来了吧。海玲应着快了，周红林再住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，那的确是快要回来，当然不会回到他这里来。他和周红林已经离婚1年。阿姨又逗着洋洋，想你爸爸吗？洋洋老实的答道，想呀，我妈妈周末带我去看了爸爸。阿姨笑着，你周末去看你爸爸了呀？洋洋用力的点头。海玲知道阿姨是故意的，故意让醉汉知道他家里有男人，只是男人出差了，不过出差也快要回来了，少打他的主意。醉汉听了后没有吭声。这到了1楼，电梯门开了，那位阿姨赶紧拉着海玲母子俩出电梯。那位醉汉站在那里不动，在海玲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，他低低地说了句，我找你找了1个晚上。你是个离婚女人，我知道的。海玲脸色巨变，原来她被醉汉盯上了。昨晚有陆家的保镖送她上楼，因为醉汉的原因，她没有到自己住的楼层就走出了电梯。没想到醉汉会找她找了1个晚上，是想知道她真正住在哪一层楼吧，就还知道她是个离婚的女人。一出电梯，海玲抱起儿子就快步往大楼外面走出去啊。其实东山小区算是很安全的小区，住在这里的住户从来没有发生过被偷被抢的事情。这个醉汉在没有失恋之前，估计也是个正常的男人。他现在也没有对海玲做出什么事情来，大概是觉得海玲是离婚女人，单身的就瞄上了海玲吧。那饶是如此啊，海玲也被吓到。送洋洋上幼儿园的路上，海玲想起陆东明昨晚劝她的事，那她要不要接受妹妹夫妻俩赠送给她的房子呢？哇，住进华喜别墅区，这种事就不会再遇到了吧？妈妈，坐在儿童安全椅上的洋洋忽然问着妈妈，妈妈，刚才那位叔叔说找了妈妈1个晚上，妈妈认识那位叔叔吗？哇，那叔叔身上好大的酒味，洋洋不喜欢酒味。无论是他的姨丈还是陆叔叔亦或苏叔叔，他们身上都是清清爽爽的，鲜少会有酒味烟味。妈妈不认识他，他喝醉酒的。他看妈妈的眼神就像陆叔叔看妈妈一样。小家伙聪明得很呢，他虽然不了解醉汉说的那句话，但他感受得到对方看他妈妈的炽烈，就像陆叔叔看妈妈的眼神一样。洋洋，你想不想搬家呀？妈妈在哪里，那里就是我的家。妈妈想搬家吗？海玲默了默后说到，你姨丈赠送了1栋别墅给咱们母子俩，就是那种很大很漂亮的房子，像你小姨现在住的那样的，妈妈一直没接受。妈妈这么努力，就是想多赚点钱，供你读书，让你有好的生活条件，也是想成为你小姨的靠山。总觉得接受了你姨丈的好意，会拖累你小姨，会让别人认为我们仗着你小姨嫁入了豪门，占亲家的便宜。只要妈妈努力赚钱，相信以后咱们也能靠着自己的本事住进别墅。你陆叔叔还有苏叔叔在那里都有房子，如果我们接受小姨的好意搬过去住，肯定比现在的住处安全很多吧。妈妈也在纠结啊，不知要不要接受那栋房子。刚才遇到的那个男人，若是跟你小姨说，你小姨肯定很担心咱们母子俩的安危。不说吧，万一以后真出什么事，会吓死你小姨的。她现在才怀孕，可不能受到惊吓。海玲纠结至极啊。就那个醉汉现在没有对她做什么，那以后会不会做出什么事来？谁也不能保证。她担心儿子，也怕因为自己而累的妹妹受到惊吓啊。洋洋才3岁大，海玲跟她说这些话呢，她根本无法帮妈妈分忧解愁，只会说我想跟小姨住在一起。或者说呢，我想和陆叔叔还有苏叔叔住在一起。海玲跟儿子说了这些话后，
也有点好笑。他怎么跟一个3岁的孩子说这些话？儿子再聪明，也只有3岁大，哪里懂得帮他分析。到了幼儿园呢，海玲停好了车，洋洋自己解开了安全带，然后背上他的小书包，自己开门下车。海玲跟着下车，牵着他的小手走向幼儿园。很快，洋洋就被老师接进了幼儿园。他站在幼儿园门口，目送着儿子的小身影越来越远。就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厚着脸皮接受妹妹夫妻俩的好意，收下位于华喜别墅区的那栋别墅，然后将自己手里头能够使用的资金都给战印，就当做他向战印买那栋别墅。就他手里能用的钱不算多，余下的房款他赚到了钱就给吧，这样既安全也保全了自尊。那海玲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，他当即回到车上，很快开车离开了幼儿园，然后直奔战氏集团。战印刚刚被老婆赶着回公司上班呢，都还没有坐下，就收到消息大姨姐来了。大清早的，大姨姐来公司找他，肯定是急事。战印绕出办公桌，快步走出办公室，亲自去到电梯口，在那里等着海玲上楼来。数分钟后，电梯门开了，看到海玲走出来，战印俊脸上挂起笑容，亲切地叫着姐。海玲笑着回应了他。战印请着大姨姐进他的总裁办公室。海玲边走边问他，彤彤今天早上还吐得严重吗？提到爱妻，战印就心疼的到吐呀，每天早上洗刷的时候都会吐，总是连黄胆水都吐出来，看得我心疼死了，恨不得替他去吐。吃东西后吐得不厉害，这个好一点，要是海童吃什么都吐，战印会更着急。只是孕吐这件事，他再着急也没用，连程医生都说了，他们当医生的都没有办法让孕妈妈不吐。海玲只能说到慢慢就会好的，现在她刚开始有妊娠反应，怀孕满3个月就好了，希望是这样，千万别像表嫂那样，现在都还会吐。进了办公室后，战印请大姨姐坐下来，他去给大姨姐倒水。很快，战印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他将那杯温开水递给海玲，嘴上说道：“姐，我和彤彤的婚礼提前办，华喜别墅区的那栋别墅，姐还是收下吧，那是我和彤彤孝敬姐的一点心意，到时候海童就从姐姐的家里出门吧。”海玲的家就是海童的娘家。海玲接过了那杯温开水，笑着说道：“战印，姐今天过来找你，就是跟你说这件事的。”闻言，战印很开心，他当即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，抽开了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串钥匙，然后走过来。他将那串钥匙放到海玲的面前，对海玲说道：“姐，那房子的钥匙一直都放在我这里，想着姐什么时候答应了，我能随时给姐钥匙。”海玲喝了一口温开水，又看了看那串钥匙，心里是感动的。不管是妹妹还是妹夫，对她这个姐姐都是真心实意的好。妹夫是豪门阔少，从来没有嫌弃过她的妹妹，对她这个大姨姐也是尊敬有加。那妹妹就更不用说了，海童能赚钱开始，都会孝敬着她这个姐姐。在她怀孕生娃，当了家庭主妇，断了收入来源时，丈夫又抠门，她都是靠着妹妹私底下给她的几千块钱过日子。如果没有妹妹，那海玲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熬过那几年。战印姐愿意接受那栋房子了，不过不用你们送，我想和你买下来，你哪怕在价钱上稍微便宜一点，但不能不收钱，总要让姐搬进去后住得心安理得的。他还以为大姨姐终于想通了呢，那换成别人得到一栋别墅，还是赠送的，不用花自己一分钱，都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。就大姨姐却不一样，她坚持不接受，宁愿带着儿子租房住，也不接受她夫妻俩送的房子，着实让战印头痛。
海玲说是为了房子的事来找他，战印就以为他和海童的婚礼在即，大姨姐妥协了，没想到他是想花钱买下来。姐，你这样让我很难做，我那房子无论是位置、环境，还是采光以及装修，都是极好的，姐怎么就是不愿意接受？是嫌弃我那房子不好吗？那房子从装修好后，我一直没有住进去过，还是干干净净的。海玲连忙说道：“战印，姐不是嫌弃，哪怕你住进去过，姐也不嫌弃。她房子多，的确是很多房子都没有住。战印，姐的脾性你和彤彤都清楚，姐只是想住的心安理得。”战印叹着气：“姐，我要是把房子卖给你，彤彤知道了会不会生我的气，赶我去书房？”海玲笑道：“这个你别怕，有姐在呢，姐不会让彤彤骂你的。他敢生你的气，姐就找他去。姐是你的靠山，放心，就按姐说的去办。只要你同意了，姐在这几天就可以搬进去住。你和彤彤办婚礼，彤彤就能从娘家出门了。”战印是了解这个大姨姐，海玲决定的是，有时候连她妹妹都无法改变。那沉默了片刻后，战印说道：“姐，你能让我考虑考虑吗？”那我也跟彤彤商量一下，涉及到大姨姐的事，战印觉得该和老婆商量商量，免得老婆生气。海童现在肚子里揣着小战印呢，可不能生气。海玲也知道妹夫不可能一下子就答应他的，他笑了笑说道：“行，你回家后再和彤彤提一嘴。那你先忙，我也去餐厅看看。姐不多做会儿。”海玲说道：“不做了，你工作忙，时间又紧张，姐不占用你的时间了。”婚礼后，因为海童怀孕了，战印取消了原本的蜜月之旅。不过休婚假1个月，他并没有取消。在婚假的1个月里，他就好好的陪陪爱妻，可以开着车带着爱妻，在管城到处走一走，逛一逛。管城那么大，他们也没有踏遍管城的每一个角落。为了休婚假，战印最近几天都很忙，需要加班加点，提前处理好重要的事情。我送姐出去。战印没有再挽留大姨姐，送着海玲走出了总裁办公室，又送到电梯口。等海玲进了电梯，他才往回走。海玲坐着电梯下到1楼，遇到了刚好回公司的苏南。海玲姐。苏南一见海玲就笑眯眯地走过来。海玲姐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哎，这是要走了吗？不多坐会儿啊，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，跟我说一声，我一定帮姐解决。海玲笑道：“有点事来找战印，不是什么大事，小事情。”不用帮忙啊。战印忙，我也得回餐厅看看，就不多做了，改天请你们吃饭。好呀，海玲姐现在的厨艺比以前精进不少。昨天去你餐厅吃过饭后，回家了，我和小军呢都还在回味无穷。海玲被苏南夸的笑容都敛不起来。苏南就是能说会道，谁都能被他哄得笑个不停，觉得姐做的好吃，有空就过去吃饭，姐亲自下厨给你们做好吃的，一定一定。我先走，你们忙。苏南转身就要送海玲，嘴上说道：“我送海玲姐出去。”海玲拒绝了：“不用了，你快去忙吧。”苏南还是送着海玲走出了办公大厦，目送着海玲走向了他的车子，苏南才转身往回走。目睹苏南对海玲的态度，众人都忍不住在心里叹一句：海玲是管城最有名的姐姐了。从战氏集团出来后，那海玲直接去了任你食早餐店。任你食餐厅不做早餐生意，不用那么早开门，她可以等10点了再去餐厅。老板，你总算来了。陆总打电话过来，要了一份早餐，但是要求老板给他送过去。海玲一进早餐店，店员看到他，就赶紧告诉他陆东明的要求。店员还告诉他，陆总很早就过来了，在这里等着老板。
等了半天没有看到老板过来，才离开的。不久后，陆总就打电话过来了。海玲嗯了一声，我知道了。陆东明今天回公司上班。海玲放下了包，洗了洗手后，就按照陆东明的要求，给陆东明煮了一份早餐。打包好后，再去拿起包，对店员们说道：“我给陆总送早餐过去，你们看着这店。老板放心吧，店里有我们呢。现在这个点，早餐店里的客人也不多，等到10点过后，基本上就不会有人进来吃早餐的了。忙的时候是真忙，当然了，他们盼着生意好，生意好，大家收入都能稳定，不用担心失业。任你食早餐店离陆氏集团很近，本来就是租了陆东明的铺子开的早餐店。在陆东明刚向海玲表白的时候，陆太太反应激烈，不同意2个人在一起。那海玲呢，为了躲避陆东明，还曾经想过搬店的。那最后她还是坦然面对了一切。海玲开着车去陆氏集团，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便到了。陆氏集团保卫科的人看到海玲后，赶紧打开了公司的大门，笑眯眯地看着海玲开车进公司。等海玲的车子驶进了公司后，那名保安关上了公司的大门，回到岗位上对一位同事说道：“我进公司的时候，海玲也是刚进公司啊，那时候的她长啥样，你肯定不知道。别看海玲现在那么漂亮，她以前胖乎乎的，难看得很，从头到脚都是肉。她来公司面试，本来是没有被录取的，恰好遇到了陆总回公司，就陆总亲自录取她的。那位同事应该是后面才进公司的，没有见过海玲以前的样子。他进公司后，知道他们的大老板陆东明有个爱慕的对象，便是站哨的大姨姐海玲。海玲在减肥成功后，很少再来陆氏集团，特别是知道陆东明喜欢她，她就更少出现在陆氏集团了。陆总那时候就看上海小姐了。新同事好奇地问着啊，应该不是，不过陆总对海玲一直都很好。以前对海玲好，那是因为站哨。海玲是站哨的大姨姐吗？陆总特别喜欢海玲的那个儿子，好像叫洋洋吧，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娃娃。陆总这么粗犷的人，居然那样疼爱一个小娃娃，这是我们都想不到的。那陆东明的外表给人的感觉就是个大老粗。海玲刚进公司上班，陆总还要求他每天早早到公司，围着办公大楼前面的小花园跑上5圈才能上班，强制性的想帮他减肥。我想那个时候陆总就算不嫌弃海玲，那也绝对不喜欢的。新同事笑道：“我都不知道陆总和海小姐有这样的过程，听着挺好玩的。现在的海小姐跟以前岂不是换了一个人似的？那是以前的海玲是真的不好看。偷偷说，你别往外说哈。就以前的海玲，我要是个她的老公，也会嫌弃她的。听说她婚前和现在一样，身材苗条，容颜俏丽。这女人呀，嫁了人，生了娃，若是不知道保养自己，爱惜自己，是很容易活成丈夫讨厌的样子。”新同事笑笑，反问他：“你是否嫌弃你的老婆？我几斤几两重，自己心里有数。能娶到老婆，老婆不嫌弃我家里条件一般，愿意跟着我一起吃苦耐劳，共同经营这个家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哪里敢嫌弃啊？你以为现在娶个老婆容易啊？”2个保安的聊天内容，海玲并不知道，不过她知道每次她来了陆氏集团，很多人都会在私底下议论她和陆东明的事。海玲停好车后，提着打包好的早餐下了车，径直朝办公大厦走去。海玲姐一路而入，认识她的人都和她打招呼，海玲都回以微笑。数分钟后啊，她便出现在陆东明的总裁办公室门口。她敲了敲门，得到回复后呢，才推门进去。陆东明坐在办公桌后面，轮椅摆放在一旁，他若想出门，能够自己撑着桌面坐到轮椅上，
平时跟着他的2名保镖，没有看到人影，估计是1楼等着吧。那陆东明回公司上班是要处理公事的，那保镖呢，当然不能再形影不离地跟着他。在公司里，他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会让秘书帮他。听到熟悉的脚步声，陆东明抬头看向海玲，人随即撑着桌面站起来，想绕出办公桌。海玲呢，连忙出声阻拦他：“你坐着，别乱动，小心摔着。”陆东明笑着：“好吧，我不乱动，我这双腿目前还是使不上多少力。不过比他刚出院时好了很多。你这样已经很好了，继续努力做复健，说不定过年的时候，你就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了呢。”海玲走过来，放下了早餐，便去扶他坐回了椅子上。陆东明笑了笑，说道：“现在离过年也就几个月了，不管我有多努力，想在过年的时候像正常人那样走路，不太理想。医生预估我最少要1年后才能恢复如初，这还是最快的时间。恢复的不好的话，估计还得坐2年的轮椅。”陆东明想到自己现在36岁了，如果需要2年时间恢复，他就38岁，海玲33岁，他若嫁他也不晚，就算是等到他们都40、50岁了，只要海玲肯嫁他，他都开心，等得也心甘情愿。1年后能恢复正常也很棒了。陆总一向都是个很棒的人，被海玲夸赞了。陆东明好笑的道：“你把我当成洋洋来夸赞了。洋洋昨晚回去后没有吵醒吧？”海玲打开了袋子，将他打包来的早餐端出来，放到了陆东明的面前。他睡得像条小猪似的，打雷都不能吵醒他。今早才洗的早换的衣服，小家伙居然跟我说不想上幼儿园了。说完了儿子后，海玲又对着陆东明碎碎念：“你也是大早上去了早餐店，也不吃早餐，非要饿到现在，饿坏了你的胃，不舒服的人是你自己，谁替你痛？那病痛也是别人无法替代的。”陆东明被念了也不生气，脸上依旧挂着笑容。他喜欢被海玲这般念着，就他是关心他，在乎他，才会这样念叨他，否则他饿死他也不管，更不要说担心他饿坏了胃会胃痛。没见着你我吃不下吗？天天都能见面还说这样的话，洋洋怎么又不想上幼儿园了？刚开学的时候他不是很高兴吗？这才多久呀，就不想上幼儿园了？海玲说道：“新鲜感过了，说上幼儿园天天要早起，还不能去他小姨家里玩，回家后还得写描红作业。你也不要逼着洋洋学太多，他周末还得上武术课，3岁的孩子正是贪玩好动的年纪呢。童年要快乐，不要给他太大的学习压力，剥夺了童年的快乐。我也没有给洋洋太大压力，每天只是让他写1页的描红。学舞这是上幼儿园之前就报了名的，他还在上幼儿园，我的宗旨也是在幼儿时期就让他快快乐乐的玩，没有给他报其他兴趣班，除非他自己想去学啊。”陆东明笑道：“小孩子吗？刚上幼儿园都这样的时间长了，他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，就不会说不想上幼儿园了。”海玲想起了自家表妹小时候上幼儿园，还要父母兄长抬着上车，她笑道：“给他一点时间适应了。我是跟他说，做事不能3心2意，要坚持下去。海童被你培养的那么优秀，我相信洋洋也会被你培养成为优秀的人。”陆东明没有再替洋洋说话，小家伙被所有人宠着，觉得上幼儿园不好玩了，就不想上学，那是不行的，得有个人能管得住他。海玲是当妈妈的，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，她松弛有道，拿捏得稳。那陆东明相信海玲能培养好洋洋的。刚才我说的话，你就当我是喝醉了酒胡说八道的吧。昨天他也的确是喝了不少酒。
还好他酒量不错，没有醉倒。快吃早餐吧。海玲将一次性筷子塞到他的手里。以后再这样，我就不送早餐过来了，让你饿着，反正饿的人是你，又不是我。陆东明咪咪的笑，你会舍不得的。我舍得，非常舍得。海玲没好气地应了他一句，自顾自地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下。与他面对面的，那陆东明开心地吃着海玲送过来的早餐。海玲，我晚上需要应酬，你能腾出时间陪我去应酬吗？估计不行啊，他也忙，而且他的新店才开张营业啊，他脱不了身。陆东明就笑笑，就知道会是这个答复。没事，你忙，要是没空照看洋洋，我让人去接洋洋，晚上我带着洋洋去应酬。洋洋以后肯定要涉足商界的，就让他从小耳闻目睹，提前积累经验啊。有战印这样的衣服，洋洋未来会走的路几乎可以预见。况且海玲也很努力的创业，等到洋洋长大成人，海玲估计都打下了一片江山，洋洋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海玲事业的接班人。我可以让洋洋在我的办公室里待着，或者让阿七来接他过去。战奶奶在妹妹家里，阿七要是接了洋洋过去，老太太只有开心的份。我去接吧，洋洋现在挺喜欢我的呀。陆东明决定今晚就带着洋洋去应酬。从小就培养洋洋，以后海玲能轻松很多。陆东明还有一个私心，就是想和洋洋培养出父子感情，将周鸿林比下去。哪怕他已经将周鸿林比下去了，他想让管城的人都知道他有多喜欢洋洋，有多想成为洋洋的继父。如果他美梦成真，他一定会是洋洋如己出。那海玲其实知道陆东明打的小算盘，他没有阻止，达到你若是不嫌洋洋吵闹，烦你，那你下午去幼儿园接他放学吧。陆东明边吃着早餐边说道，当然不嫌弃。洋洋有时候是问题多了点，不过还是很懂事的。在我们大人做事的时候，他会乖乖地坐在一旁玩玩具。至于问题多一点，3岁大的孩子，再懂事也是有限，这个年纪的孩子对什么事物都充满了好奇，天天都能问出10万个为什么。有时候陆东明都会被洋洋那些精灵古怪的问题问得哑口无言，答不上来。为了能回答洋洋的10万个为什么，陆东明还真的去买了很多儿童读物，还有10万个为什么回来，闲时就翻看。可以说陆东明为了拉近与洋洋的距离，就他是很用心的了。那周鸿林这个亲爸做的都没有陆东明多。海玲，你早上去哪里了？那么晚才回早餐店里？从海玲这里要到了接洋洋放学的资格了。陆东明才问起清晨的事。按照以往，海玲通常在早上7点半左右就到任你食早餐店的，就这个店是早餐店最忙的时候。海玲默了默后答道，我去战氏集团了，有件事和战印谈了谈。什么事？我能帮上忙吗？你妹妹怀孕了，他们的婚礼会提前办，战印最近特别忙，我要是能帮到你的，你找我，我帮你，不用去麻烦战印的。那陆东明话里话外都有点极度好友。那海玲遇到困难需要开口向人求助的时候，总是第一个想到她的妹妹。海童若是帮不上，就是战印出手。在陆东明看来，海玲跟海童说事，就等于是在跟战印说事。他很希望海玲遇到任何困难，能够第一时间想到他，他就非常乐意帮海玲分忧解愁。这件事你帮不上忙，房子不是你的。陆东明抬头看他，眼神里有着惊喜，问着海玲，你决定搬家了？海玲抿了抿唇后说道，今早我送洋洋上幼儿园，出门就遇到了昨晚那个醉汉。那个醉汉还说了句，原来你住在这一层。他说他找我找了1个晚上，我也向邻居打听过他的情况，邻居阿姨说他刚失恋不久，
天天都喝酒，喝醉了酒，醉倒在哪里就在哪里睡，看到女人都死死地盯着他们看，小区里的人看到他都远远闪。他对我说的那几句话，我觉得他可能是盯上我了。昨晚你说的话我也都听进去了，为了洋洋的安全，也为了不让彤彤担心，我想厚着脸皮接受战印和彤彤赠送给我的那栋别墅。他现在租住的东山小区，算得上是很安全的小区了。不过与那些高级别墅区比较的话，还是差了点儿子。如果没有醉汉这一事，海玲是不想搬家的。闻言，陆东明关心地问：“那醉汉没有吓到你和洋洋吧？”随即他又骂着我陆东明罩着的人，他都敢盯上，没有吓到洋洋。不过我想再住在那里，可能不太安全，你也别生气。他又没有对我怎么样呀。海玲宽慰着陆东明。陆东明绷着脸，他盯上你了，就猜到他减肥后会有很多男人盯上他的。知道他喜欢他，追求他的人，就算对海玲有点意思，都不敢和他争抢。那不知情的人啊，就像那个醉汉，可不就盯上了海玲，肯定是想打海玲的主意。海玲是他的，他等了这么久，都还没有等到海玲接受他，可不能被别人捷足先登了。搬家，海玲，你马上搬家，我安排人过去帮你搬家。陆东明说道。他就恨不得海玲立即就搬家，搬离东山小区。我跟战印说，他那栋房子，我花钱跟他买下来，不过我现在无法给期房款，我能动用的钱不算多，2家店需要留一点活动资金。陆东明，海玲，你真的是我见过最倔强的女人，她偏偏就栽在他的手里。以他的身份地位，见过的美女没有100个，也有99个他都不喜欢别人，偏偏就被海玲一点点吸引了。他爱惨了他，却也拿他的倔强无奈。那想必连战印都没有办法吧，摊上了这么认真倔强的大姨姐。战印估计是第一次要赠送一栋别墅给别人，却送不出手的。战印答应了你，就陆东明问着，他觉得好友不会同意的。战印说要和彤彤商量一下呢。陆东明理解得到那是自然的，你那个妹夫现在就是妻管严。他看着海玲，近墨者黑，近朱者赤，我以后估计也会是个妻管严，听老婆的话。海玲说他陆总，你赶紧吃你的早餐吧，等会儿凉了不好吃。他又看看时间，对陆东明说道，陆总，我的餐厅到时间开门了，我先过去，昨天才开业的，最近我重心都会放在餐厅里。海玲亲自给他送来早餐，陆东明已经心满意足，便说道，你去忙吧，中午给我留个位，我去你的餐厅吃饭，顺便给我办张卡，以后我就是你们餐厅的长期的忠实的顾客了。海玲笑道，陆总过去吃饭，我不收你钱，你帮我试菜，每天我都会做新菜，陆总帮我试菜，直到陆总说好吃了就行。陆东明也笑，行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以后你学做新菜，我都帮你试菜。我会给出最公正的答案啊，不会因为爱他就昧着良心说好吃的，好吃就是好吃，不好吃就不好吃。向他提出来，他才能改正，然后才能进步。海玲的野心是匠人你，食餐厅发展成全国连锁性质的餐厅，就要搞出自己的特色来。故而呢，海玲还需要好好的学习，努力往前冲吧。他则是他坚强的后盾。海玲呢，很快就离开了陆东明的办公室。他走后，陆东明3两下就解决掉自己的那份早餐，吃饱喝足了，心情也跟着变好。他伸手从桌面上拿起了手机，打电话给老铁。等到战印接听电话后，他跟战印说到，海玲刚才给我送早餐过来，房子的事
他跟我提了两嘴，战印、海玲坚持要给你钱。哎，你收下吧，让他住的都安心一点啊。自己花钱买的房子就有家的感觉，住别人的房子始终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家。战印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把玩着签字笔，他低笑。我以为你会跟我说，不要收我姐的钱，或者你帮我姐给钱呢。我很乐意帮她给钱，但她不愿意，我也很无奈呀。谁叫我就是爱她呢？只能顺着她的想法去做了。我是不想收我姐的钱，那是我和彤彤孝敬我姐的，可是她愣是不接受，我夫妻俩也没有办法，这步就一直僵着了。我是第一次送房子给人，送不出去的。陆东明孝道可不是吗？他就是这样的性子，能有什么办法？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只要他肯搬家就行。他住在那里，我不放心昨晚遇到的那个醉汉，竟然找他找了一个晚上，那个醉汉肯定是盯上他了，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做出什么事来？他或者洋洋再出什么事，我会吓成心脏病的。为了他母子俩的安全，你就将你华喜别墅区的房子卖给他吧。战印恍然，原来你是有了危机感，担心别人抢走我姐才会打电话给我的。老陆，你以前还老是说我和苏南两个重色轻友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的。你有多长时间没有主动联系我或者苏南了？难得打通电话给我，还是冲着我姐来的。半晌，陆东明嘿嘿地说道，咱们三个是老铁，是好哥们，你们俩都重色轻友了，我要是不跟着你们学，就显得我与你们格格不入了。战印一噎，他怎么觉得陆东明变得特别聪明了？以前他就是个憨憨，这件事我得回去跟我老婆商量商量。那是他的亲姐姐，收不收钱他说了算，那在我们家呢也是他说了算。陆东明笑着，我知道，海玲跟我说了。我说你现在就是个妻管严，出了名的，以后我就跟你学了。你是怎么对待你老婆的，我就怎么对待海玲。你要是做得不好，我就要汲取教训，不能跟着你学坏。半晌，战印问他，你打电话给我还有其他事情吗？没有了。怎么没事不能打电话给你？以前我一天给你打10通电话，你都不会嫌我烦的。那我对你也是随叫随到。我马上就要去开会。好吧，你去开会吧，知道你忙得很，马上就要当新郎的人了，忙一点可以理解的。战印，羡慕你啊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当新郎。战印的婚礼他还不能当伴郎，以前伴郎团的位置有他的，现在依旧有他的位置，是他觉得自己无法走路，需要坐轮椅，拒绝了给战印当伴郎。战印兄弟表兄弟一大堆，伴郎团不差他一人，总有一天你能当新郎的。陆东明笑笑，但愿能有那一天。不打扰你了，你赶紧去开会吧，也要注意身体，别累坏了，你老婆心疼。